歡迎嚟到懸疑檔案。2002年3月22號夜晚10點，一位叫做 Tony 嘅巡警收到咗電台嘅通知，話 Princeton 附近嘅95號公路發生咗交通意外。Tony 即刻就趕到咗現場。現場嘅急救人員同佢講，一架紅色嘅吉普車喺高速公路上行駛，唔知點解就撞上咗停喺路邊嘅廢置汽車。吉普車入邊有2個人，司機 Steve 當時攬咗安全帶，所以只係受咗輕傷。而坐喺副駕駛座嘅妻子 Deborah 就因為冇攬安全帶，當場身亡。當時成身都係血嘅 Steve 係咁攬住 Deborah 唔放，直到救護員強行將佢拉走。毒理檢測報告顯示 Steve 當晚並冇飲酒，亦都冇吸毒。警方嚟到咗醫院向 Steve 問話。Steve 表示，案發當時佢同 Deborah 揸緊車返屋企，突然之間佢唔知點解就撞上咗停喺路邊嘅汽車。佢提到佢其實係有睇到嗰架車㗎，因為佢有睇到佢嘅車尾燈，但係佢當時正以每小時96公里嘅速度揸車，所以佢仲嚟唔切踩 brake 或者係扭軚就已經撞上咗嗰架車。Deborah 嘅驗屍報告顯示，佢嘅腦骨嚴重骨折，仲有嚴重嘅腦損傷，完全符合車禍造成嘅傷害。法醫相信，因為佢當時冇攬安全帶，所以先至會造成咁嚴重嘅鈍器外傷，死因並冇可疑。警方拎到報告之後，亦都打算以意外結案，但係巡警 Tony 就有唔一樣嘅睇法。雖然 Tony 只係一位普通嘅巡警，但係根據佢處理過咁多場車禍嘅經驗，佢嘅直覺話俾佢知呢場車禍內有蹊蹺。吉普車嘅右前方雖然嚴重損壞，但係車身就冇徹底報廢，仲勉強可以揸，睇起嚟唔太可能會造成乘客身亡嘅嚴重後果。為咗確保佢冇遺留任何線索， Tony 決定去到汽車扣留中心，為嗰架吉普車影多幾張相。扣留中心嘅職員同佢講 ，Steve 已經打咗好幾次電話過嚟，詢問吉普車幾時可以還返俾佢。Steve 嘅呢個舉動即刻就令 Tony 起疑。Deborah 先啱啱過咗身2日，丈夫呢個時候唔係應該要忙住處理妻子嘅身後事咩？點解仲咁心急要拎返吉普車？ Tony 打開咗吉普車嘅車門，車入邊幾乎全部都被血跡覆蓋。唔單止係前座，就連後座、天花板同埋車門都係血跡。根據 Tony 嘅經驗，咁樣嘅失血量好唔尋常。就算 Deborah 冇攬安全帶，車禍嘅衝擊力令佢嘅頭部嚴重受傷，但係佢亦都冇可能喺咁短嘅時間入邊就達到咁龐大嘅失血量。最重要嘅一點係，喺一般冇攬安全帶嘅車禍入邊，大部分嘅傷者都係直接撞落大鏡度，造成頭部受傷㗎。但係吉普車嘅大鏡並冇破裂，只係有少少嘅裂痕。咁講明咗呢場車禍嘅衝擊力根本就唔足以造成 Deborah 大量失血。雖然 Tony 對呢單案提出咗質疑，但係交通部喺調查之後，亦都得出咗同法醫一樣嘅結論，最終以意外結案。呢個時候，警局收到咗一通匿名電話，聽電話嘅咁啱就係 Tony。對方只係對佢講咗呢一句說話：我覺得你哋應該要知道，喺95號高速公路車禍身亡嘅嗰名女子，佢嘅丈夫有外遇。呢件事喺1個禮拜之前先至啱啱俾佢嘅同事爆出嚟。Tony 即刻就將呢件事報告俾上級知，最終獲准繼續調查。Tony 再次翻閱咗 Steve 嘅口供。Steve 提到，案發當晚佢同 Deborah 喺餐廳食咗晚飯之後，就去到附近嘅商店購物，之後再揸車翻屋企。於是 Tony 即刻 check 咗商店嘅 CCTV， 發現佢哋喺當晚7點37分就離開咗商店。交通意外係喺10點發生㗎，而從商店翻屋企只需要20分鐘嘅車程。詭異嘅係
當晚佢哋喺商店購買嘅嘢並冇喺吉普車入邊。咁喺呢2個幾鐘頭嘅空檔入邊，佢哋到底去咗邊度？之後 Tony 向 Steve 同埋 Deborah 身邊嘅朋友打聽消息，先至發現原來佢哋都知道 Steve 出軌嘅事，包括 Deborah 本人。警方好快就確認咗 Steve 情婦嘅身份，佢係 Steve 嘅同事。當警方向佢問話嗰陣，佢亦都直接承認咗佢同 Steve 嘅私情。佢哋喺埋一齊已經1年時間啦。佢同警方講，佢哋都係真心相愛噶。案發當日，佢哋仲喺 Steve 嘅小木屋入邊約會過。嗰間小木屋係 Steve 夫婦嘅度假屋，而呢間小木屋同意外發生嘅地點只有2.4公里嘅距離。警方申請咗搜查令，搜查咗呢間小木屋。警方喺小木屋入邊發現咗當晚 Steve 夫婦喺商店購買嘅物品，證實咗佢哋喺離開商店之後曾經嚟過小木屋。除此之外，小木屋度並冇任何可疑嘅發現。於是 Tony 又將調查方向放到吉普車上，佢請嚟咗鑑證專家，還原咗案發經過。專家根據2架車相撞之後所彈開嘅距離，計算出咗吉普車當時嘅行駛速度為每小時67公里，遠遠低於 Steve 當時所講嘅每小時95公里。按照呢個速度行駛， Steve 喺見到泊喺路邊嘅汽車之後，有大約2秒嘅時間做出反應，而一般人平均只需要0.75秒就可以做出反應。所以2秒嘅時間絕對足夠俾 Steve 踩 brake 或者係扭軚，避免自己撞上去。呢樣嘢證明咗 Steve 喺度講大話，亦都令 Tony 更加肯定 Deborah 係死於謀殺㗎。佢好有可能喺車禍發生之前就已經死亡啦。但係呢一切都只係 Tony 嘅猜測，佢嘅手頭上並冇任何實質嘅證據。當佢想要申請為 Deborah 進行第2次驗屍嗰陣， Deborah 已經被火化啦。於是佢揾嚟咗 Dr. Janice 為呢單案提供意見。Dr. Janice 係美國著名嘅法醫，擁有豐富嘅經驗。除咗幫死者揾出真相，佢仲願意聆聽家屬嘅故事，等佢哋喺悲痛當中得到一點安慰，所以有慈悲法醫嘅美譽。Dr. Janice 睇咗吉普車嘅相同埋 Deborah 嘅驗屍報告，佢硬係覺得有一啲奇怪嘅地方，於是佢決定再次檢查嗰架吉普車。由於 Dr. Janice 同 Deborah 嘅體型相似，所以佢着咗防護服，戴咗手套，親自坐入吉普車，嘗試以 Deborah 嘅視覺嚟到還原案發當時嘅情況。Dr. Janice 一坐上副駕駛座，佢就即刻留意到大鏡上有一處被塗抹過嘅血跡，睇起嚟好似係 Deborah 身上所着嘅冷衫造成嘅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線索，證明 Deborah 喺車禍發生之前就已經受傷流血啦。當車禍發生嘅時候， Deborah 被拋到大鏡，佢沾滿血跡嘅冷衫接觸到大鏡，並留低咗塗抹嘅痕跡。另外 Dr. Janice 亦都喺副駕駛後座嘅車窗度發現咗一道呈 L 型嘅血跡。當血液喺車窗向下流嗰陣，一架以時速67公里前行嘅車突然停低，因為慣性嘅原因，車入邊嘅所有嘢，包括血跡，都仲會繼續前進，所以就形成咗呢道呈 L 型嘅血跡。咁亦都再次證明咗 Deborah 喺車禍之前就已經受傷流血啦。之後 Dr. Janice 喺吉普車度揾到咗殺死 Deborah 嘅兇器，佢就係喺副駕駛座旁邊用嚟調整側視鏡嘅掣。呢個掣唔單止有大量乾咗嘅血跡，仲有幾條棕色嘅長髮，而呢個掣嘅形狀亦都同造成 Deborah 顱骨骨折嘅裂痕吻合。除此之外，吉普車嘅軚盤同埋駕駛座用嚟調整座椅嘅把手都有 Deborah 嘅血跡。副駕駛座嘅車窗仲有一個鞋印。Dr. Janice 推斷 Steve 當晚捉住 Deborah 嘅頭髮，不斷咁將佢嘅頭部撞向副駕駛座嘅旁邊。Deborah 嘅頭不斷咁撞落個掣度，導致顱骨骨折，
最後死亡。跟住 Steve 用已經沾滿血跡嘅雙手調整咗座椅，拉開佢同軚盤之間嘅距離，減低衝擊力為自己帶嚟嘅傷害。之後佢攬上咗安全帶，捉住軚盤，撞向路邊嘅汽車，偽裝成交通意外。由於衝擊力唔夠，吉普車嘅玻璃並冇碎裂。為咗令呢場意外睇起嚟更加逼真，佢嘗試用腳將副駕駛座嘅車窗玻璃踢碎，可惜未能成功。有咗呢啲證據之後 ，Dr. Janice 斷定 Deborah 係死於謀殺㗎。於是 Steve 馬上被逮捕。喺審訊室 ，Steve 一開始只係承認佢喺案發當晚因為同 Deborah 討論裝修小木屋嘅事而發生咗爭執。之後佢先承認佢哋發生爭執嘅原因係因為佢嘅婚外情。案發當日下晝 ，Steve 同小三喺小木屋度約會。夜晚7點，佢同 Deborah 完成購物之後嚟到咗小木屋。Deborah 發現 Steve 同小三曾經嚟過呢度，終於忍無可忍咁同佢對質。呢個時候，怒火中燒嘅 Steve 捉住 Deborah 嘅頭，不斷咁撞向副駕駛座嘅旁邊。嗰個時候 Deborah 仲有意識，佢嘗試落車逃跑，不過 Steve 阻止咗佢，並表示佢而家就將佢送到醫院。由於 Deborah 當時已經非常虛弱，冇辦法正常咁坐直，所以佢嘅頭部先至會揩到車窗，留低咗血跡。但係佢哋喺去醫院嘅途中就發生咗車禍。喺庭審中 ，Steve 否認咗控罪，並堅持呢個只係一場意外。最終 ，Steve 被控2級非蓄意謀殺罪，罪名成立，獲刑17年半。2014年喺 Steve 服刑咗11年之後，佢被假釋出獄，目前繼續同當年嘅出軌對象一齊喺 Princeton 生活。